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双截龙2代。这款游戏是小的时候放假必先玩的游戏之一，都先把它的游戏卡带拿出来。这次呢，我选择了一个高难度模式，因为平时给大家录制视频，我一般都采用的是默认的难度，普通难度，并不是我打不了高难度啊，而是我有一些自己的考量。你比如说，我是一个做日更内容的作者，所以说我需要保证每个视频制作的效率。那如果我用普通难度，可能录一次打得比较顺畅，这个视频就成了。那如果用高难度的话，那可能要录个3-5遍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如果是高难度的话，它的游戏时长往往比较长。之前我也无数遍的提到了，就现在的观众啊，如果看后台的数据的话，真的是越来越没有耐心了。这也没办法，现在是小视频的时代嘛。因为我做的游戏解说视频，从骨子里来说，它属于短视频。我如果做个40分钟、50分钟，根本就没人看了。你包括现在做小视频的，如果3秒钟之内你没有把你核心的点交代给你的观众，那人家就划走了。所以说现在做怀旧游戏，尤其是做这种时长稍长一些的短视频怀旧游戏，真的是不大容易了。我首先要考虑我这个内容啊还能做得下去，还存在，然后再说怀旧的事儿，对吧？那第3点呢，不玩这种高难度是因为我这个年纪也在这儿。大家可能也知道，我这个如果按中国传统算法的话，我是40岁了。这种动作类游戏还可以吧，但如果你让我现在玩新出的这些射击类游戏，我实在是没那个精力，也没那个反应了。那我小的时候玩的红白机的冰封、B 计划，都是这种射击游戏。街机上的刺虎战记、1945打击者。那现在大家都玩什么射击游戏呢？你像东方系的，还有什么怒首领风，都是弹幕特别密的那种。我看见那个弹幕，我眼睛当时就花了，1秒钟就我脑海中的画面就画屏了。所以我感觉玩东方系列的小伙伴可能下雨出门不用带伞，教不到你的，只不过是比较费鞋而已。好，牢骚发了半天，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为什么迟迟不选高难度模式，就是以上几个原因吧。那这次选高难度模式呢，我也要做一些逃课类的打法，比如说刚才小伙伴也观察到了，我经常使用分析，甚至不惜和这些 AI 相杀。那这样呢，打起来比较有效率，因为这款游戏杀伤力最强的咱们的招式就是铁膝盖。刚刚给这个 BOSS 呢给顶到下面去了，这个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都会做，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玩翻车的，就是你没有顶到 BOSS 把你拎起来了，3拳打到坑里去了，这个时常会发生的。如果发生过，那小伙伴可以打一下弹幕，打出一个惨字啊。转眼到第2关了。其实这款游戏如果你细想的话，流程最长的恐怕就是第1关，第1关至少要打3分钟左右后面有8关，如果算最终 BOSS 的话是9关。我这里想扔一个炸弹把它炸了，结果没炸到。棍子有一个非常强力的输出，我感觉攻击力不弱于一个铁膝盖，就是近身状况下的把棍子扔出去，然后抽到对手。哇，这一下幸亏他挂了，不然呢他还要慢慢走回来，从坑上跳过来，这就比较耽误时间了。那咱们就多用铁膝盖吧，反正相杀的话咱们血量也应该够，只不过前2关还可以，后面呢会显得比较惨烈。封边，这样右边的这个敌人基本上就没了。好，空中给了我一下，
我2个体系盖没挂，补了一个旋风腿。旋风腿的输出我感觉只有体系盖的一半啊，虽然它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输出方式。第3关呢，咱们就到飞机上了。那飞机的话，这关就比较短了，尽量把敌人打到门那儿去，然后让他们被吸走。哇，这个拳击手腿脚很利索呀，走回来了。我有顾虑啊，我怕自己被吸过去。哎，我抡了一棍子，为什么没轮到这个货呢？因为这个货蹲下来捡棍子了，他有一个无敌。好，发动了一个近身的，2个阿波波。好，下去一个。双截龙2代呢，如果你双人的话，它是2个模式，有一个是和平模式，但是另外一个模式呢，你和你的小伙伴之间可以互相打。打了之后呢，赢的一方如果把另一方打挂了是奖命的，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来回倒生命的一个手段。一旦另外一个小伙伴呢生命比较少了，那你就打他奖命。关键这款游戏还没有时间限制。哎呀，我不能提这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只能自己玩了，提这个有一点伤感啊。因为有小伙伴跟我这样操作了啊，尤其是1P血量升的少了，或者2P血量升的少了。抓人的时候有几种处理方式，一种是普通的膝撞，还有呢肘击，还有可以踢飞它，另外还可以扔出去。你就非常佩服这个游戏的制作组啊，短短的一个小招式，一个抓人，它竟然设计出了4种攻击方式。你要知道啊，红白机呢它只有2个按键 A 和 B 啊，这一点制作的真的非常的棒。那其实我也录制了大量的街机游戏。那红白机版的双截龙系列真的是独树一帜啊！它和其他的很多版本，甚至街机版，你看起来就是2个游戏。那这其实是早年的这些游戏的一大特点。移植到其他的平台，基本上就是推倒重做，不应该说是移植了。这是早年的游戏市场、游戏硬件决定的。那机种之间的性能差异比较大，这是第2呢。啊，我被炸了，我俩互相扔了一颗炸弹。第2点是这样的，可能很多小伙伴了解一些，就是不同的机种之间它支持的功能、性能还不大一样。你比如说什么半透明效果、卷轴的缩放等等，有些平台支持，有些平台不支持。那你同一个游戏，当你的游戏有这些特性的时候，可能你在一个平台可以做，另外一个平台你就做不了，实现不了。那你如果想移植的话，如果再想挣一份钱的话，你就需要推倒重做。所以说大家早年玩的红白机的游戏和街机游戏，即使它叫一个名字，但是你玩起来呢，它基本上就是2个游戏，这太常见了。不像现在的游戏，开发一个，比如说我开发了一个 PC 版啊，电脑的版本，然后呢，我可以跨平台，跨到索系的平台、微系的平台、老任的平台都可以。但当年这样做可是非常费劲的。你几乎要同时开发几个游戏。来到了第5关的河边，我冒点险吧，冒点险是值得的啊，差点被抽下去。因为这样咱们可以节约一些时间啊，毕竟这个高难度模式打起来时长还是比较长的，一般需要20分钟左右。
我的这个键盘在 A 加 B 的时候，尤其是单发的时候，有点交代的不太利索。那可能是我现在这两个键啊，可能是 A 和 B 我设置的是 K 和 J。K 这个键吧，可能太常用了，它下线的比较多，就是它的水平面呢已经低于其他的按键了，所以我两个键一起按的时候，往往先出的是别的按键，后出的是它。哎，我想出拳啊，结果把一个火药捡起来了。本关还可以，我就担心下一关跳如果交代的不利索，可能一条命就没了。哎，在这里被阿波波抓起来扔下去的小伙伴举手啊！应该玩过这款游戏的都干过这种事儿，这个不用想了。哇，这个货太抗打了，两个体系盖打不死。上车，上车，上车了啊！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，上车了。我不应该把它撞下去，因为撞下去它不挂，耽误时间。我这个挂了。得，把另外一个也打下去了。看，这就体现出单打的劣势了。我如果有小伙伴配合的话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。上面送下来的基本上都是吃了一发铁膝盖的，在下面打两下也就完事儿了。这个 BOSS 无所谓了，打完他呢就过关。哇，这个高度跳下来真的是夸张啊！这个火车头的比例恐怕是不是太对，太大了。第6关，这关有难度啊，因为是最高难度。这个平台呢，它前面的消失了，后面的还没出来，有一个时间差，这个时间差掌握不好就会挂呀。哇，这下看着超级疼啊！吃了一个铁膝盖，然后撞到平台的角上了。哎，这怎么变成2个了？从门里出来一个。这关的风格真的是比较诡异。你上面的眼睛，我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，我是站在中间旋风腿的。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了呢？就是因为我这个 AB 不利索了，想跳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了。这个需要自己想一下，因为2个手指按这2个键嘛，其中一个手指要先下去一点。有机会换个新键盘吧。但是现在的还没坏啊，现在的键盘还没坏，这个大家懂。这个就像小的时候玩红白机的手柄，你现在这个手柄没坏啊，它只是有一点你感觉按键不是特别灵敏，那你是不会换的，对吧？甚至呢，小的时候学会了修手柄，就修红白机版本手柄里边的胶垫啊，自己用小螺丝刀把手柄拧开，然后换。啊，这些事儿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干过呀。我甚至还干过一件什么事儿呢？我小的时候有一张火焰文章外传索菲亚复苏啊，那张卡呢，因为你需要放电池嘛，里边我记着还是一张日文的卡。我当年没有攻略，自己也啃通关了。但是那张卡几年之后吧，压着电池的那个金属片断掉了，然后呢，我就自己往上面绑了很多的铜线，然后把另一端铜线啊粘到电池上，竟然还好使。那个卡就那样又活了大概7、8年。
简直了！都是为了玩嘛，就开发自己的智慧呗，也锻炼动手能力。哦，这个地方终于过去了。这个地方有一个 bug， 应该是改版造成的 bug，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录制过使用最终 BOSS 的版本。你使用那个版本的话，如果把第一关的 BOSS 打到下面的钉板上去了，这样第一关的 BOSS 呢不会挂，他的那个头盔就放在钉板上，他也不挂，你就等于卡到那儿了。所以说这次我能把第一关的 BOSS 顶到下面去啊，也是觉得既然玩的是原版，不是改版，还是大胆的这么干了。感觉火药这个道具特别没用啊，当然烧自己还是挺爽的。它延时的时间太长了，然后呢，感觉攻击力还不高，不如痛痛快快的给对面一个铁膝盖，杀伤力很强。旋风腿。我现在练了一下，自己又练了一下，感觉还可以吧，大概用5次能出4次。哦，我这血量双杀的一半了，我3滴血了，够用啊！咱们就铁膝盖的打法，如果血空了再考虑用其他的，这样比较省时间。3级铁，4级。吃了4个铁膝盖才挂呀！这些 BOSS 呢，或者精英怪看起来贴图相同，但实际上内部的这个血量的数值是不一样的。这关我看能不能把他们打下去啊？先打我，好吧，这样也划算。打了我一下。哎，这个走位啊，你看他的走位啊，他正好把这个我出拳的时间给错过去，神操作呀！好，空中接住了那个拳击手，2下，哦，2下也没挂，真的抗打，高难度模式真的抗打。哎，我小的时候这么厉害吗？我跟大家说实话，我小的时候不这么打，我就是跟他们旋风腿，然后比如说背对着他踢2脚，他进入硬直了，再一个旋风腿，打起来比这个打法安全多了，但是呢确实时长比较长，可能通关一次40分钟。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水平也厉害啊，那只是10岁左右的小孩啊。现在应该没有那个水平了。这里边一共3个 BOSS， 平均3膝盖啊才能干掉一个，所以这要打很久。前方呢是一堆忍者，再加上影子。哎，影子版我也给大家录制过，忍者版也录制过，然后拳击手的版本也录制过，普通小兵的版本也录制过。普通小兵录制过2个。这个游戏改版真的多啊！现在一听改版真的多。我剩了2根血了，来吧，旋风腿吧，打影子呢还得啊，他给我勾拳，那相杀吧，看谁先挂，2下3下，占便宜了，刚才，剩1滴血，5个铁膝盖，5个铁膝盖都没挂，6个打了6下，真坑大。那这样呢，该最终 BOSS 了。这个货好硬，皮真厚啊！哈哈，这个 BOSS
boss 头发呀，这是自己染的吗？哎呀，打这个 boss 我要休息一下了，我要歇一歇了。感觉这20分钟打得好累啊，我感觉有1个小时了。也可能是心理暗示作用，就是觉得啊，现在咱们打的是高难度模式，非常的难，给自己增加了无形的压力。那我就用普通的拳头打死他算了，这也是小的时候经常使用的一个打法。给了我一个旋风掌，这下疼啊！但是小时候手柄的连发跟现在的连发节奏不大一样。所以说感觉挨打更多了啊！通关，我还剩2滴血。好，通关之后呢，把女主又救活了。临了还不忘了撒狗粮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版的双截龙2代高难模式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